我的丫鬟得知自己是神府真千金后，没有哭，没有闹，也没有急着要回自己真千金的身份，而是蛰伏在我身边，模仿我的仪态，学习我的医术，治好自己脸上丑陋的胎记，一步步成为太子的白月光。两人又联手将我杀害，重生归来，我果断选择拆穿自己假千金的身份。母亲，是我对不住你。我在回府的途中救了一对父女，女子与我同年同月同日所生，名为沈莹。我初见她时，竟觉得她容貌与母亲十分相似。只是与母亲容貌相似的女子，与你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多着呢。你为此事跪在冰天雪地里，伤了自个不说，还让祖母和母亲担心。母亲生我时，因回外祖家的途中遭遇洪水石流，被困安陵村，导致母亲早产生女。而收留母亲的那一户人家，也在同一日产女。母亲把祖母提前命人打造的百岁锁戴在孩子身上，可我听见母亲说，那百岁锁后来不知所踪。祖母又为我打造一副一模一样的百岁锁，而我却在那女子的身上看到，她佩戴着与我一样的锁，锁纹一致，还同样刻着双字。当年根本就不是那一户人家偷偷调包我和沈莹，而是我的养父沈慈主导这一切。沈莹的脸有一块巴掌大的黑色胎记，养父觉得晦气，怕抱回去吓着了老夫人。再加上商国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历代皇后都出自沈家，沈莹那副样子根本不可能成为未来的皇后。养父为了保住沈氏家族的荣誉与使命，强行把我和沈莹调换，还给了他们一家封口费。而我更期待的是，这一世没我调的药帮沈莹除去脸上的胎毒，沈家的人可还会再把她放在心上，太子可还会对她痴迷。很快养母就派人去接沈莹回府，哥哥也第一时间进宫与养父沈慈说此事。没多久养父就回府了，第一时间去养母院中。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我养了15年的女儿，竟然是别人的孩子。双儿他如今出落的亭亭玉立，又是木仙山圣医的得意弟子，饱读4书5经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姿态礼仪端庄淑贤。你对这样聪慧又容貌出挑的女儿还有何不满？将那孩子找回来做什么？老爷，你这话怎么让我听不明白了？老爷，夫人，人接回来了。先不必告诉他身份，你自个看过了再说吧。养母心存疑惑，很不明白养父的反应。等见到了沈莹的真容后，养母险些晕死过去。沈莹脸上的黑色胎记实在是奇丑的吓人。老爷，她脸上的那东西是天生的吗？你也知道，我沈家与别的家族不同，怀最后一胎的时候，整个家族乃至皇后娘娘都盼着是个女胎，确保将来可以将凤后之位从沈家延续下去。可那孩子长成这副模样，我怎敢拿去给皇后娘娘交差？所以双儿是安令村那户人家的孩子吗？我看她相貌极好，长得白白嫩嫩，一脸福气，那样的长相才应该是我们的女儿，便将那户人家的孩子要过来。如果夫人真的想把她留在沈府，也不是不可，便对外称她与双儿是双生姊妹，排行老二，因自幼体弱，一直留在庄子上养病。如今到了及笄的年龄，回京议亲。至于双儿，她必须是我们沈家的嫡长女，未来的皇后。这天，尚书府大办家宴，为我行及笄之礼。那个女子是谁？沈莹脸上戴着面纱，恰好挡住了她脸上黑色胎记，露出一双狭长的美眸，这样一看也是个美人。回二小姐，那就是大小姐。若是我也能拥有这一张细腻无瑕的脸就好了。是沈妹妹吧？沈莹回身看见来人时，心脏猝然一紧。站在她面前的男子相貌俊美，看得眼睛都直了。是太子殿下，快行礼！沈莹赶紧低下头，照着小禅向傅萧行礼，再也不敢抬头，生怕露出脸上半点胎印。见过太子殿下。今日是你及笄，姑特意准备了礼物来找你，你看可还喜欢？李长福立即呈上一只九尾凤钗，沈莹从未见过这么好看的头饰，一时间慌了神。沈莹回过神来，双手接过李长福手上的九尾凤钗。谢太子殿下。这枚九尾凤钗是母后亲自让姑送到你手里的。沈妹妹等你及笄礼后，母后会召你父母入宫，议你与姑的亲事。亲事。沈莹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。我这是要和太子殿下成亲吗？到时母后会接你入宫，先熟悉一下宫中环境和规矩，你莫怕，一切有姑。我和太子有6年没见了。傅萧看到沈莹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就错认成了我，因为她的模样像极了养母，长相姣好又稳重端庄，让人产生保护欲的类型，与他心目中的太子妃相符。
沈莹跟着傅潇来到我们面前，我的视线落到她手上拿着的那件锦盒，那是皇后亲自命人打造送给我的吉吉礼，也象征着未来太子妃的身份。前世沈莹这个时候还未入沈府，傅潇亲手将九尾凤钗送到我手里，对我可谓是非常喜欢。我被他们害死的那一刻，我才知道两人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你根本就配不上我。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我们不是即将大婚吗？你和他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，你只是个没见识的村汉之女，哪里配得上锅？若不是莹儿告诉我，都是你的亲生父亲偷梁换柱，他才会受了这么多苦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你，该死的也应该是你。姐姐，怎么说我都应该谢谢你，你治好我脸上的胎毒，又教我怎么做好一个知礼的大家闺秀。你想破脑袋也想不到我才是沈家的千金吧？你们为何只顾着自个玩，却不与双儿妹妹一块玩？今日她才是家宴的主角。贵女们纷纷看向我的方向，连沈莹也看向我，脸颊一瞬间燥红了起来。太子殿下，臣女们一直在和沈小姐一块玩啊。太子表哥，好久不见。傅潇看见我的第一眼就被我的美貌惊了一下，但又很快反应过来，这是谁家的千金？如此轻浮的姿态，空有一副美貌。我也看出他似乎不喜我唤他表哥，我假装没看见。谁管你喜欢不喜欢？你是谁？我就是沈砒霜啊。那他又是谁？沈莹心头一震，捏着锦盒的那双手如火在烧。回太子殿下，她是我的双生妹妹，叫沈莹，今日与妹妹一同过吉吉礼。臣女的父母也正打算借今日家宴，向众人宣布接回臣女的二妹妹。从来没听过沈小姐还有妹妹啊！沈莹愣在原地，一种从未有过的尴尬与惊慌从脚底爬上来，只能把头低得更低，生怕众人发现她脸上的端倪。我看沈莹的反应，暗暗冷哼了一声，面上却挂着亲近的笑。向各位介绍一下，我妹妹沈莹，自幼体弱，我爹娘以为她活不下去，便让乳娘带她去山清水秀的庄子里养到至今。如今身体大好，我爹娘才把妹妹接回府来，你们可不要欺负她哦。傅潇在我和沈莹身上看花了眼，可能是先入为主，傅潇更喜欢沈家嫡次女沈莹。莹儿妹妹当真是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颇有沈夫人的端庄秀雅之姿。而我听到傅潇赞赏沈莹的话时，嘴角抽了两下。前世傅潇初见沈莹的时候，她脸上的胎记已经被我医治好。傅潇痴迷她的假才学，沉醉在她现学现卖的贵女之姿，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。而这一世令我万万想不到的是，沈莹那般唯唯诺诺的模样，竟也能成她眼中的君子兰，简直快被逗死了。这时养父沈慈匆匆赶往观澜园迎接太子傅潇。沈大人好福气，长女如高岭之花，次嫡女如皎月温婉，何不趁此机会向众人宣布沈家二女的风采？众人目光纷纷落在我和沈莹身上，我浓颜华丽，落落大方，仪态端庄，一眼就让众人从百花丛中注意到了我。而沈莹，众人只见她眉眼如画，含羞娇态，虽不能看清整张脸，可看她眉眼与沈夫人十分相似，想来也是个亭亭玉立的人。沈慈笑了笑，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过沈莹手里拿着的九尾凤钗。长女沈砒霜在外学医6年，复读西书5经，精通药理和医术，习得世家礼仪，上马能骑射，下马能执笔。双儿还不快向太子殿下行礼！他特意将我拎出来，就是想让傅潇好好看清楚长女的风采。哪知道我脚步还未挪一下，傅潇眉头微皱。吾方才已经见过双儿表妹了，确实优秀，倒是莹儿表妹独自一人立于屋檐。听双儿表妹说，莹儿表妹自幼体弱，一手被娇养在庄子里。实在是当年微臣与夫人也没料到，这一胎竟是双生花。只是莹儿生下来时身子骨太过娇弱，无法长途跋涉随我们回京，便留在附近的庄子。这10几年来，汤药断断续续不曾断过。我没有病啊，我也不需要吃药，我身体健康的很。沈莹突然开口讲话，令沈慈僵化在原地，还从未有人敢当众打断她的话，扫她颜面的。她眉眼一顿犀利，幽冷无比的目光落在沈莹身上，而她却不自知。我心中冷笑，快步走到沈莹的身旁救场。父亲是说，妹妹在庄子上养好了身子，如今身体康健，恢复如常人，无需再用汤药。养父的脸色缓了缓，傅潇听了我的话，心中更加爱怜沈莹。莹儿妹妹这身子纵使是养好了，还需再多养一养。女子便是一朵娇花，疏忽不得。是太子殿下说的极是。沈慈心中却早已对沈莹生出不快之意，而他不但无知未察觉到自己的错意，反而在傅潇一顿好言密语后满眼痴迷。沈慈看到这一幕，恼意更加深了。姐姐，我有话想和你说，我们能不能去那边？我瞥了一眼沈莹指的方向，那里是有个小湖，他约的地方还真是不错。好啊，你能不能把太子殿下让给我？跟在我身边的花荣和花锦被这一幕震到了。婚姻之事全凭父母做主，岂能儿戏？二小姐怎么说出这种话，真是上不得台面。
我却一点都不意外，只是我没料到沈莹如今的处境，还敢为自己争取太子妃之位。凭她脸上的胎记，是无法嫁入东宫当太子妃的，就是做太子的侍妾都不够格。可她不但没有自知之明，反而还要我把太子让给她。沈莹见我半天不说话，以为我不愿意。我知道沈家所有人都准备把姐姐送入东宫，做准太子妃。方才父亲单独向太子殿下介绍姐姐，轮到我时，父亲便将我贬得一文不值，还借口说我体弱，有意告诉太子殿下我身子不健康，来衬托姐姐的美好，好让太子殿下选择姐姐。我当时心头真的很气，若不是看在姐姐的面子上，我都准备与父亲好好理一理。他们把我弄丢在外边，害我吃了那么多苦头，如今又对外编了一些对我不好的言论。幸好太子殿下看破人心，并未听进父亲那些话，当然也有姐姐方才的解围。我觉得姐姐你是个识大体的人，所以我才会来找姐姐。我看着沈莹的蠢样，忍不住笑出声。凭什么要我让给你呢？沈莹脸上的笑容僵了僵，她以为我好说话，却没想到我私底下会这个态度。姐姐看不出来吗？太子殿下他在人前处处维护我，他还将九尾凤钗亲手送给我，说做我的生辰礼，而且他还当面跟我说，等回宫后便要与皇后娘娘商议，接我入宫，熟悉宫中的环境，他要娶我当太子妃。你就这么想当太子妃？我看得出来，家里所有人都不喜欢我，他们只喜欢姐姐，就算姐姐不当太子妃，也能嫁个家世顶好的男子。我捕捉到了沈莹眼底划过的一抹诡异金光，我笑得清朗，双眸微微眯起。若是我不让呢？沈莹彻底慌了，若是我不让，再加上沈家人的支持，她还真是一点胜算都没有。姐姐你又何必自寻苦楚？强扭的瓜不甜，更何况太子殿下并不喜欢你。谁说我喜欢吃甜瓜了？妹妹怎会如此天真？我握起了沈莹的手，在她粗糙干燥的手背上摸了摸。入了后宫，你莫不是还指望着太子殿下日夜望着你，待你含情脉脉，至死不渝？你看看我们的皇后姑母，她执掌的后宫底下有多少妃嫔？我身为沈家嫡长女，知道自己肩上担负着什么职责。我不在乎太子喜不喜欢我，沈家的人也不会在乎，他们只在乎太子妃只要是我就成了。既然妹妹那么喜欢太子殿下，待我嫁入东宫后，便让太子殿下纳你为妾。沈莹情绪高涨，用力抽动自己的手，却没能从我的手里抽回来。不，谁要做妾了？这样你就受不了了。你拿什么来跟我比？就区区一枚九尾凤钗吗？你知不知道，皇后姑母每年都会送凤一珠钗到我一门，接你回沈家生活了10天半个月，就忘了自个是从哪里爬回来的，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玩意，丑东西。丑东西3个字刺进沈莹的心里，揭开她隐藏在黑暗的丑陋面纱，令她不堪。愤怒看着我那张白皙如玉的娇颜，心底一抹邪恶的想法滋生。若是我这张脸被毁容，是不是就和她一样了？我看出了沈莹的动机，继续冷嘲热讽。你知道爹爹当年为何把你扔了吗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是因为你长得实在是太丑了。沈莹受不了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激，用力将我推到湖中。老妇人不好了，二小姐把大小姐推下水了。你说什么？人现在在何处？小姐已经被救上来了，不过还在昏迷中，被送回房间了。谁把大小姐救上来的？有没有被客人看见？是花荣和花锦，幸好两人会水，宾客正在用席，并没有人看到。那就好，快去把那孽畜抓回来。养母得知我被沈莹推下水后，急急忙忙冲进了我的房间。没一会儿，沈莹就被强行拖入房间，可她挣扎得很厉害，嘴里不停地大喊着，像个市井泼妇。不要碰我，我自己会走，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沈家的二小姐，你们敢这样对待我？养母自小的教育便是知书达理，从未见过如此不知礼数、愚蠢无知的人。一想到这人竟是她的亲生女儿，怒气不由得从胸口冒出。老夫人，夫人，二小姐当真是疯了，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不知羞耻之话来羞辱我们大小姐。沈莹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花荣和花锦。我什么时候羞辱她了？明明是她羞辱我。她说了什么？回老夫人，二小姐让大小姐把太子殿下让给她，这也叫羞辱吗？大小姐与二小姐讲道理，说婚姻之事全凭家主与夫人安排。二小姐便说，家主与夫人偏疼大小姐，自是要送大小姐入东宫当太子妃。大小姐已经得了那么多宠爱，就算不嫁太子殿下，也可以寻到顶好的男子。还口口声声说太子殿下不喜欢大小姐，只喜欢他自己，之后就把大小姐推到湖里了。若是被外男看见大小姐落水的画面，还不知要被羞辱成什么样子。经过花荣和花锦一番阐述后，
沈莹并不觉得自己有错。难道我说的有错吗？何来羞辱之说？太子殿下喜欢的就是我，根本不是他，我这是在陈述事实而已。世家贵女哪里说得出你这种勾栏谄媚之话？偏偏就你说得出口，现在你还有脸在双儿面前大放厥词，污了我双儿的耳朵。祖母气不过，因我自查出不是沈家嫡女，养母冷落了我10天半个月，她都看在眼里，念在沈莹也没犯过错处，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哪知道她回沈家才半个月，竟生出这么大的野心。这就是你执意要接回来，野蛮粗鄙的沈家嫡女。看看她这样子，哪有半点嫡女风范？拿什么和我的双儿比较？你想让沈家败在这种蠢货手里吗？养母脸色十分难看，她这些日子教导的规矩都白教了。我什么模样还不是你们沈家给的？是你们要把我接回来的？难道是我求着你们来寻我吗？话音落下，屋子里众人皆是倒吸了几口凉气，用着惊诧又怪异的目光看沈莹，连祖母都被这恶劣的态度与粗鄙不堪的言语镇住了。你竟敢如此不遵孝道，顶嘴还嘴，快跪下来和你祖母道歉！明明是他不尊重我在先，我凭什么道歉？姐姐可以在沈家教养长大，而我却流落在外，要道歉也应该是你们给我道歉。哼！祖母再也听不下去了，重重跌坐在床上，实在是接受不了这样粗鄙无知的人是沈家的千金。而养母脸色更不好看，后悔把沈莹留下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沈培走入了房间，刚才他在外面都听到房间的对话了。快把她送出府，只当我没有她这个女儿。沈莹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这才刚得到这一身荣华，怎么能这么离开？不要，我不想走。娘，你不要再把我扔了。经过这一闹，沈莹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她不想再回到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受苦了。沈莹的无知粗鄙，令养母对她仅存的一点母女之情全然消失，只剩下满腔怒火。快送她出府！两个丫鬟准备强行把沈莹拉走。我不走，这是你们欠我的，你们凭什么想要我就要我，不想要我就把我丢了？哥哥救我，我不想离开。住手！不能放了他，他把双儿推下池子，至今还昏迷不醒，沈家绝不可能再留下他。祖母看向床榻上昏迷的我，伸手拉住了我的手，满眼都是怜惜。祖母、母亲，我是来告诉你们，太子殿下他执意要选二妹妹做太子妃。什么？太子殿下竟然看上这样的人，眼睛瞎了吗？目前的局势只能先暂时留下沈莹，禁足她在院内，等此事解决再处置也不迟。你们休想再丢下我，以后我就是太子妃。这个消息对沈莹来说可谓是及时雨，她知道沈家的人现在肯定不敢再把她赶出去了。沈家父子觉得还有迂回之地，明日一早，养父就入宫与皇后姑姑商议太子妃一事，可却被拒之门外。没多久，皇宫里就送来了一道赐婚圣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尚书府嫡次女沈莹，体貌出众，秉性端淑，赐婚太子为太子妃，择良辰完婚。沈慈一听到圣旨内容，一口老血险些吐出来。我们沈家耗费15年培养出来的女儿，太子看不上，竟选择了粗鄙不堪、不识礼数的丑东西。尚书大人，太子殿下已经歇下了，你有什么事明日再和太子殿下说吧。沈慈二话不说，直接闯进了傅萧寝宫。太子殿下，你杀了微臣吧！傅萧猛然从床榻起身，看到沈慈持剑入殿，脸色都变了。沈大人，你这是何意？沈家嫡次女沈莹自幼体弱，一手被养在庄子上，不受礼教约束，行为粗鄙、无知、丑陋，不识礼数，日后铁定会令君心大怒。与其日后株连九族，不如现在给罪臣一个痛快。傅萧皱起眉头，心中更加怜惜沈莹的处境，更是质疑沈慈说了那么多，不就是沈家人更偏爱我多一些吗？沈大人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可你偏袒长女未免太过了吧？姑就喜欢沈二小姐这般不拘礼节、自由率真的性子。太子殿下，并不是罪臣偏袒长女，恶意贬低次女，实在是太上不得台面了。怎么会上不得台面？姑昨日在沈家家宴，见到沈二小姐的时候，她知礼温婉，她是没有沈大小姐优秀。可姑要一个全能的太子妃做什么？如沈二小姐那般安静的性子，更能沉下心来做好一个太子妃，执掌东宫事务。姑就知道你们沈家一心将沈大小姐塞入东宫，所以姑从沈家回来后，便向父皇求了一道赐婚圣旨。沈大人莫不是想抗旨？罪臣不敢。那你持利器入东宫是要做什么？难不成你想逼着姑娶沈大小姐为太子妃？如此，傅萧对我的印象更加不好了，怕不是我在家中一哭二闹三上吊，迫得沈慈入宫逼他。姑告诉你，
姑不会娶沈大小姐做太子妃，你们也好早日为她另寻高门，莫再给她期望。太子殿下，银儿长相丑陋，实在不适合做太子妃。而沈慈这句话更是惹了傅潇心中的怒火。沈大人，我敬你是我的舅舅，才不计较你持剑入殿。现在你居然为了让姑娶沈大小姐而编造这一副言论，银儿若是听见，该有多伤心。姑不想再听见你诬陷她。沈慈眼见傅潇心意已决，不敢再劝。臣想问太子殿下，你当真要娶银儿为太子妃？这就是姑的决议，无论她什么样，母后都会亲自调教。沈大人，请回吧。好，既然太子殿下执意选择银儿，日后殿下可莫要后悔，也不要降罪我们沈家。姑不会后悔，这是姑的选择，无论怎么样都不会降罪你们沈家。有了傅潇的承诺，沈慈心里的石头也落下了。这沈大人偏心偏得太厉害了，为了沈家嫡长女，竟连夜持剑入东宫。沈大人可是满朝文武最守礼法的人啊！傅潇冷着脸，本就对我没什么好感的他，此刻竟十分厌恶我。姑还真是小看沈砒霜了。我醒来时，已经从花荣口中知道赐婚一事。养父和祖母得知我醒来的消息，第一时间来到我的房间。太子已定你妹妹为太子妃。爹爹，我知道了。祖母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无论殿下选谁，只要是出自咱们沈家的女儿就够了。只是我没想到事情会那么顺利。你不是喜欢沈莹吗？那我就直接把她送到你面前，没了我这个阻碍，我倒要看看你二人还会有偷情时的刺激感。面对粗鄙不堪丑颜的沈莹时，你会不会做噩梦？那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怎能拿来和你比较？祖母，妹妹是因为我才会流落民间，是我占了妹妹的身份和地位，礼仪规矩都是可以教的。婚期还未定下，沈家还有很多时间，请嬷嬷仔细教导妹妹。这脸上的胎记，你可有办法医治？总不能让这丑东西真的嫁入东宫。我明白爹爹和祖母的担忧，只是妹妹脸上的胎记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，不好医治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会尽我所学，帮妹妹医治好脸上的胎记。养父眼眸一亮，若是次女脸上的胎记能够去掉，那就真的无后顾之忧了。有多少把握？不大，但女儿可以试试看。若能治好，便是眼下最好的局面了。倘若你师傅呢，可有办法？我也正有此意，明日回一趟木仙山，问问师傅怎么才能治好妹妹脸上的胎记。不如直接带你妹妹一块去，明日就由你大哥护送你们去木仙山。一切全凭父亲安排。我微微低垂眼眸，眼底划过了一抹冷意。养父这是信不过我呀。小姐，你看我手上刚才不小心被划伤了，不会留疤吧？没关系，有我在，不会让你留疤的。可是好丑啊！我这里有一块药膜，贴于伤口处，能盖疤痕、创伤或是胎记。哇，功能这么多呀！只是令我想不到的是，养父沈慈居然敢在城门宵禁时，让沈培先送沈莹上木仙山求医。他们这是觉得我对傅潇用情至极，怕我会借着医治之名害沈莹，这才绕开我先行。毕竟我确实也没想过医治好沈莹脸上的胎毒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你给我的药膜不见了，我把它放在房间，出去做事，晚上回来就不翼而飞了。丢了就丢了吧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这个药膜只能暂时解燃眉之急，绝不能长期用，用久了可是会加重脸上的胎印。可我是手上的伤口啊，什么时候是胎记了？小姐定是因为太子的事伤心过度，才会记错。你祖母担心你落了水，身子没好全，就让你哥哥先带着莹儿去木仙山了，你就暂时不必去了。今日陪娘上普华寺祈福，还是让家中长辈担心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陪母亲上普华寺走走。我让人安排马车，你先去陪你祖母用早膳，她一直在惦记你的身子。终究是亲生的女儿，无论沈莹做出多荒唐的事，沈家还是会为她着想。我前往祖母院中的时候，正好碰到前来尚书府的傅潇。臣女参见太子殿下。原本没有注意到我的他，突然停下了脚步，而我这个行为在他眼里却是很有心机，莫不是早早等在此处拦他的道？沈大小姐，姑知道你的心思。傅潇的言语透露着训斥与不耐。过去15年里，沈家所有人都围着你转，连母后都很喜欢你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如今没有得到你想要的，心里不平衡，姑能理解。我微微抬头，像看一个傻子的眼神，瞪了傅潇一眼，他却以为我在向他抛媚眼邀宠，他反而眉头蹙紧，一脸不喜。可不是人人都像那些喜欢你的人一般世俗。姑以前不经人事，说了一些让你误解的话，你今后莫要当真。
姑和银儿表妹的亲事已成定局，你以后不要再干这种事情，姑不想让她误会。在我去往木仙山学医时，等你学医归来之时，姑一定会来娶你。我轻轻地应了一声，傅潇又看了我一眼，就从我面前走过。我起身往祖母的方向去，可走着走着，我就发现和傅潇走的是同一条路。他猛地停下脚步，语气不善地呵斥：“沈砒霜，你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吗？”我翻了一个白眼，没屌这个二逼，直接越过他。傅潇跟在我身后，脸色更黑了。祖母。傅潇随后步入大厅，祖母准备立刻起身行礼。外祖母，这里没有外人，无需多礼。太子殿下怎么大清早就出宫来神府，还和双儿一起来？外祖母，母后想见见银儿表妹，姑特意出宫接她入宫。听到这话，祖母被吓得不轻。那丑东西一旦进宫，岂不是完了？现在先治好他脸上的胎记，以免日后多生事端。你银儿表妹昨夜旧疾发作，城门刚宵禁，便让沈培送去木仙山了。不如臣妇让双儿先入宫给皇后请安谢恩。傅潇眉眼间的那抹厌恶之色加深，看向我的眼神越发深沉冷漠。木仙山可是双儿表妹所在的那个医门？是啊，双儿的师傅医术高明，你看此事只能……外祖母，你不该瞒着此事，贸然把银儿表妹送出京城的。姑现在就带着太医去木仙山接回银儿表妹。什么？祖母坐不住了。可现在傅潇摆明了不信任沈家，认为沈家故意送走沈莹，就是为了把我送入东宫。沈家的人越是如此，他对沈莹越发怜惜。快，双儿，你快想办法拦下太子殿下！祖母莫急，孙女这就去找太子殿下。我刚走出房间，就见傅潇等着我。你真有心机，哄骗沈家人将银儿送到你的医门。你以为姑不知道你那阉渣手段？若是银儿出了什么意外，病死了，姑也不可能娶你。你趁早死了那条心。他哪里看出我爱慕他成痴，让他对我产生这么大的误会？我没好气地说：“那太子殿下赶紧快马加鞭去追呀，没准现在还能在半道上追回来，救回你的心上人呢。”傅潇克制着体内的洪荒之力，不再和我争执，转身离开了沈家。银儿妹妹，你受苦了。太子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放心，有姑在，沈家人不会再敢欺负你。沈莹一脸懵，却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沈家的人竟敢合起伙来，骗姑说你旧疾复发，连夜把你送走。幸好姑快马加鞭赶到，现在你就跟着姑进宫，在宫里他们不敢再把你怎么样。我现在还不能进宫，此去木仙山是去治脸上的胎记。若是被他发现我的样貌，这唾手可得的太子妃，岂不是会便宜那沈砒霜？太子殿下，昨晚我旧疾发作，沈家并没有骗你，我也是怕把病气带给你，所以想着先去木仙山医治好。姑既然选择了你，就不会因为病痛嫌弃你、厌恶你，跟姑回去。我不能回去，我现在还不可以。而沈莹这个反应，在傅潇眼里却是沈家人肯定有逼迫他，才不敢回去。姑知道你在沈家不容易，你先随姑进宫，等你出嫁时再回去。不行，若是这病气带给太子殿下，我担不起这个责。姑不会责怪你，宫里有那么多太医，定会为你医治好。而且母后要见你，你现在就随姑进宫。沈莹两眼一黑，险些吓晕了过去，但也不敢再违背傅潇，只能点头同意。傅潇满意的点点头，伸手去摸沈莹的脸，却被他下意识躲开。而沈莹这个反应，让他想起了沈慈的话：太子殿下，银儿长相丑陋，实在不适合做太子妃。银儿表妹一直戴着面纱，姑确实没有见过她的样貌，难道真如沈大人所说？傅潇一把扯过沈莹脸上的面纱，看到她的面容时，才松了一口气。果然，沈家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骗姑，为了让姑娶沈砒霜，还真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她脸上的胎记呢？怎么会不见了？姐姐定能帮我解决脸上的胎记，肯定是我抢了太子殿下，他才骗父亲说治不好。这药膜就是最好的证明，说不定戴久了还能淡化印记。目前我去不了木仙山，回去后只能讨好沈砒霜了。最看不惯他那副嘴脸，我若是在沈家长大，定会比你优秀。你装什么装啊？双儿，我这眼皮一直在跳，是不是有坏事要发生？咱们刚从寺庙祈福完，怎么会发生坏事？母亲多虑了。不一会儿，沈培的马车就停在了我们面前，后面还跟着傅潇。母亲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太子殿下，他……沈培欲言又止，不知该怎么解释。谁能想到有人半路拦截马车？养母的脸色更不好看。他看见傅潇的那一刻，什么都懂了。太子这是疯了吗？好好的把人接回来做什么？养母心里抱怨，面上却不敢显露半分。
臣妇见过太子殿下。大姐姐，我有话同你说，我们去那边聊吧。我看向傅潇，他的眼神里带着警告，就好像我若是欺负沈莹，他就会立即要了我的命。好啊。养母突然握住我的手，在我耳边压低了声音：双儿，太子不让莹儿离开，你一定要渡你妹妹破眼下困境。养母话还没说完，傅潇沉着脸怒斥道：沈夫人，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，偏要悄悄与沈大小姐说？难道他们又在偷偷商量怎么对付莹儿吗？看来这婚事必须提前了，以免夜长梦多。母亲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看好妹妹的。姐姐，太子殿下要接我入宫了，那就恭喜妹妹了。姐姐，我没有要炫耀的意思。妹妹，你可别在这哭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呢，免得哭花了妆容，吓着了太子殿下。现在能帮我的只有姐姐了。太子殿下，他要带我入宫学规矩，我怕入宫后会被人识破。全家人都瞒着太子殿下，为我治脸上的胎记。若是被太子发现我们沈家欺君，轻则流放，重则杀头。好家伙，沈莹这是话里带话，逼着我为他治胎记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好好给你治一治。我真的很喜欢太子殿下，求姐姐一定要帮我嫁入东宫，我会让你如愿的。那就谢谢姐姐了，以后哪怕是让我做牛做马，我都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。上辈子你的报答就是将我杀害，这辈子你又会是什么好鸟？我们刚到沈府没多久，傅潇就带来了圣旨，大致意思就是半月后完婚，现在先让沈莹去宫里学规矩。随后皇后身边的管事嬷嬷又来了一道懿旨，皇后娘娘说，既然太子殿下要接沈二小姐入宫，不如带着沈大小姐一起。皇后娘娘已经准备了晚膳。皇后姑母从小看着我长大，对我抱着很大的希望，沈家培养我的时候更是按照皇后的资质去培养的。傅潇虽然不瞒我进宫，但也不敢说什么。那天晚上，姑绕过母后，直接向父皇要一道赐婚圣旨。事后母后大怒肝火，说姑自作主张，可圣旨已下，母后生气归生气，却也改变不了事实。如今母后召沈砒霜入宫，她怕是高兴坏了吧？沈莹却高兴坏了，觉得我跟着入宫可以顺便治她脸上的胎记。在我上马车时，傅潇来到我面前，言语之间都是警告。在母后面前，不该你说的话，就给姑好好闭上嘴。我没有理会他，直接进入马车内。傅潇脸色一黑，他这是什么态度？姑知道了，他这是在跟姑玩欲擒故纵，还想就此拿捏姑，做梦。你现在礼仪什么都不懂，我相信皇后娘娘也不会对你太过苛刻。见到皇上皇后一定要行礼，不让你起身，千万别起。那我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起身？皇上和皇后说平身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起身。来不及教你礼仪规矩了，进宫之后你就一直跟着双儿，她怎么做你就怎么做。娘，我记住了。去凤鸾殿的路上，沈莹紧紧地跟着我，竟连步伐都跟我一样。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娘娘万福。沈莹赶忙学着我的动作，说着跟我一样的话。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，皇后娘娘万福。皇后看到我的时候，双眸一亮，双儿，快到姑母身边来，许久未见，姑母想你了。我落落大方地走到皇后面前，沈莹愣在了原地，按照我刚才行礼的姿态，定在原地不敢动弹。皇后娘娘没叫我过去，我是不是就不能起身？免礼。沈莹还是依旧定在原地，保持着刚才行礼的姿势，而且还摆得还不成样子，太潦草僵硬。皇后的注意力原本在我的身上，可当她看到沈莹歪歪扭扭站在殿内，身姿如木桩，行礼仪态毫无美感，就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。这位莫非就是沈家刚接回府的沈二小姐吗？可是沈莹处在那跟木头似的，一动不动，也不知道皇后在问她话，就等着一句平身才敢起身。姑母，那的确是臣女的妹妹，叫莹儿。皇后微微一笑，哪怕是心生不快，却也不露半分。起来吧。沈莹还定在那。傅潇看呆了这一幕，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一直拘着礼。虽然不懂宫里的规矩，但也不可能人话都听不懂啊。莹儿妹妹，快起来吧。我这是可以起来了吗？可皇后没有说平身啊。许是沈莹太过紧张，又怕皇后觉得她不懂规矩，所以才会小心翼翼，不敢出错。傅潇看不下去了，上前去扶。而沈莹保持一个姿势太久，底盘不稳，直接倒在了傅潇身上，还在殿内大叫一声。皇后脸色一变，看起来已经没有耐心了。完了，皇后娘娘该怎么看我？沈莹抬起头，正好对上皇后沈夺的目光，犀利又锋芒。沈莹吓得双腿一软，赶忙跪在地上。母后，莹儿刚入宫，她……皇后娘娘对不起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刚才蹲太久了，腿发麻，一时不小心。傅潇扶着额头，显然刚才被打断说话，已经有些无语了。看来沈二小姐的规矩得好好学一学了。
我会学的，我一定会学好规矩给皇后娘娘看。沈莹急着补救刚才的场面，语无伦次的答话。双儿，你来告诉他，从进殿到现在他错了几处。是，皇后姑母。在皇后姑母面前，你要自称臣女，回话时你要先说回皇后娘娘，再答话，绝不可在殿前自称你或是我。还有，打断别人说话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。行礼时，双手在襟前交叠合拜，头微低，上身略弯，双膝微微屈下，双肩平衡于一条线上。我一边说一边示范，沈莹也跟着模仿。这一时间，我们两人成了鲜明的对比。她站在我面前，无疑是绿叶配红花，更能衬托我的美。傅潇不自觉地往我的方向看，我察觉到目光时看向他，他赶忙又将头撇向了另一边。姑才没有看他，他这么努力地表现自己，只是想吸引姑的目光而已。可沈莹太过紧张，如何都做不好行礼的动作，身子越发僵硬。皇后终于没了耐心，先前对沈莹的所有期待，此刻全无。够了！原本就吓破胆子的沈莹，双腿无力，重重跪在了地上，不敢抬头看，不敢再胡乱说一些为自己求情的话。母后，婴儿表妹自幼体质娇弱，又从小养在庄子上，没有学过礼仪规矩，一时间学不来，也情有可原。皇后本来就不满意沈莹，傅潇这一求情更加看不上了。大殿的气氛一再凝重，压抑的众人都不敢再说话。皇后姑母请息怒，当初臣女学宫规礼仪时，也将学了3个月。妹妹她自小在庄子上长大，才被接回不到1个月。人非圣贤，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通天的本领。臣女相信，若有皇后姑母的人亲自调教，定能让妹妹飞速成长。最后，皇后看在我的份上，没有再继续追究。都起来吧。这时，一名宫女端着一枚凤头金步摇来到我的面前，凤头镶的红翡石璀璨夺目，比傅潇送给沈莹的那只九尾凤钗看起来还要气派。沈莹只是微微抬头看了一眼，就被凤头金步摇惊艳，而皇后却把沈莹的蠢样看在眼里。及笄礼时本宫少备了一份，如今是给双儿补上的。谢谢姑母。本宫也乏了，你们退下吧。皇后也没了留我们用膳的兴致，起身走回自己的寝殿。皇后娘娘不是说要留我们用晚膳吗？怎么走了？都闯祸了，竟还想着吃。上一世，我治好沈莹脸上的胎记，又教她礼仪。在我死后，她也慢慢在贵女圈中立足。这一世没有我的帮扶，我倒要看看她能走多远。沈莹努力地跟着宫里的嬷嬷学规矩。这期间内，皇后不让任何人接近，包括傅潇和我。我给沈莹送调制的药时，也只能远远地看着。兴许婚事将近，皇后也着急，怕沈莹丢了皇家的颜面。这么做确实也有成效，她的仪态好了不少。我走进大殿时，皇后身边站着一个人，看着那个背影，总感觉很熟悉。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双儿，快来！双儿表妹，好久不见。这时，傅潇急急忙忙冲进殿内。母后，听说皇兄回来了。这是皇后的第一个儿子，名叫傅晨。原本他才是太子，我的婚配对象也是他，因他命格特殊，活不到20岁。为了破命格，自小就被送到了道观，所以太子的位置才轮到了傅潇。而我本是为太子准备的太子妃，准确来说，谁是太子，我就会嫁给谁。我跟傅晨曾经许下过终身，但那毕竟是儿时的戏言，他或许也忘了。双儿妹妹，我今天就要出发去道观了。倘若我活到20岁，你还会嫁我吗？快把小姐拉走！他现在只是个没用的皇子，活不到20，难道你要嫁给他守活寡吗？求爹爹让我见他一面。记住你的职责，我们沈家养你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你就是这样报答我们的吗？莫要让我们失望。是啊，双儿，你跟他没结果，早点断了，对你和他都好。更何况皇后还有一个儿子，只比你大1岁，你们年龄相仿，日后定能相处得很好。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就当我没有你这个女儿。你会等着我吗？可上一世，这个时候他还未出现，而且他也活过了20岁，谣言也不攻自破。只不过他回来的时候，我和傅潇即将大婚。听说你即将大婚，所以我特地从道观赶来。原来如此，只不过这一次换成了沈莹，婚事也提前了。傅晨还有几天才过20岁生辰，想必应该跟上一世一样，也是谣言。可他为什么说那句话的时候还特意看了我一眼？皇兄的消息挺灵通，本来准备今日就去通知皇兄的。一阵寒暄之后，我们正准备离开大殿时，傅晨喊住了我。
我们去那边聊。我们互相看着对方，安静的能听到对方的心跳声。他叫我来，却又不讲话。最近宫里不太平，不要离开我的视线。我愣了一下，却不明白他这是何意。宫里守卫森严，怎么会有危险？难道他知道些什么？谢表哥关心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我一直在等你。双儿表妹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毕竟是年少戏言，我又怎么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？跟皇兄说话时，吓得跟个荡妇一样，对姑却是另一个态度。剩下的这几天，傅晨每天都守在门外，可他不是说来参加傅潇和沈莹的婚事吗？为什么要天天待在我身边？他此次回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很快就到了傅潇和沈莹大婚的日子，我也早早准备回到了沈家做准备，而傅晨竟然也跟着我回来了，只不过他躲在了暗处，不知是何目的。姐姐的药确实有奇效，脸上的印记小了不少。小姐，明日就是大婚了，这药膜今晚还有吗？药膜不能停，姐姐的汤药和这药膜共同使用，我的脸好的才快。等我的脸彻底好了，沈砒霜也没用武之地了，留着它反而会分走爹和娘的宠爱，他们有我一个女儿就够了。我可是太子妃，未来的皇后，悄悄做掉她，谁会怀疑到我身上？小婵听到后却显得不知所措，她没想到沈莹会这么忘恩负义。小婵，我以后是未来的皇后，你是我的陪嫁丫鬟，日后的好日子不会少了你的，以后该说什么该做什么，不用我教了吧？是，二小姐，奴婢明白了。虽然大小姐待我不错，但这段时间跟着二小姐，她待我也不错，我以后可是皇后身边的丫鬟，月银自然不会少。老爷，明天就是莹儿大婚的日子了，我这眼皮一直在跳，该不会出意外吧？莹儿在宫里这么长时间，太子还没有发现她脸上的胎记，说明双儿有救治的方法。更何况太子说过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怪罪我们沈家。其实养母也有私心，更希望自己的亲生女儿嫁给傅潇，如果能治好脸上的胎记，就更好了。小姐，你脸上……我脸上怎么了？沈莹赶忙拿起旁边的铜镜，今天可是大婚的日子，万不可出错啊！当沈莹看到自己的面容时，吓得赶忙丢掉了铜镜。她这张脸布满了胎斑，比之前更加严重，宛如一个恶鬼，狰狞可怖。怎么会这样？胎印不是在一点一点变好吗？难道沈砒霜那贱人在药里下了毒？对了，昨晚小姐你没有喝药，会不会是断药就会复发？小婵这句话让沈莹冷静了不少。也对，她现在还没有这个胆子，一旦我出事，整个沈家都得陪葬，哪怕是处死我，我也不会让沈砒霜那贱人好过，必然会拉她下马。小姐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太子殿下马上到了。药膜，对，我还有药膜，只要挺过这一天，我以后就是太子妃。再抓沈砒霜那贱人给我治脸，让奴婢帮小姐整理仪容吧。小婵很快就帮沈莹整理好脸上的黑斑，黑斑面积太大，即便是用了药膜，还得用浓妆掩盖，但脸部看起来比以往浮肿，暂时看不出任何异样。在笑什么？没什么，今晚请你看一出好戏。别引火上身。他怎么突然说这句话？难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计划了？莹儿，你今天真美。时间不早了，莫要浪费这良辰美景。这时，沈莹的脸皮在慢慢脱落，露出了她本来的面容。她的脸恰好映入傅潇的瞳孔，红色锦袍衬着一张斑驳黑流的脸，形同写书人笔下的恶鬼，扭曲丑陋恐怖。傅潇心脏骤然缩紧，一下子从床上掉落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鬼啊，有鬼！我是莹儿啊，我不是鬼。沈莹突然意识到自己脸上的胎记，赶忙捂住自己的脸。快来人，抓住这妖孽！傅潇想站起身，发现自己身子无法动弹，每动一下，浑身剧痛。不是这样的，太子殿下，你听我解释。房外等待伺候的下人猛地冲进了房间。当众人看到沈莹的脸时，吓得大惊失色。沈家女谋害太子殿下，快抓住她！不是我，你们谁敢动我？我可是太子妃，你们是不想活了吗？如此丑颜，怎配为太子妃？太医，快去叫太医！沈莹也被关进了杂物间，等待定夺。我要见太子，我可以解释的。无论沈莹怎么呐喊，都无人回应。不一会儿，沈莹的丑颜惊动了整个皇宫，皇上和皇后急急忙忙地赶到，太医们进进出出地为傅潇医治。太子怎么样了？回皇上，皇后娘娘，太子殿下摔伤了脊梁骨，后背尾椎骨粉碎性骨折，颈部脊椎变形，恐怕难以再恢复如常。什么？
皇后听到此消息，差点没晕过去。什么是无法再恢复如常？太子殿下此生恐怕只能在床上度过余生了。那就是他了。给朕治，无论用任何办法，太子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从古至今，还没有哪个太子瘫痪在床。皇后也知道，若是治不好，这太子的位置怕是只能拱手相让。沈莹，沈莹！寝殿内传来傅萧愤怒暴躁的声音：“姑要见沈莹。”沈莹已被关起来了，等你身子养好后，再慢慢处置他也不迟。母后，儿臣现在就要见他，儿臣要看清楚，这是爱上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他到底长得什么模样？将沈莹带上来。不一会儿，沈莹就被押了上来。她见到傅萧的那一刻，满腹委屈的大哭：“太子殿下，你要救救莹儿，我的脸被人毒害了，是我大姐姐害的，跟我没关系。”沈莹不停为自己的脸开脱罪名，她一直认为她的脸可以医治好。要不是沈砒霜那贱人害我，我的脸也不会这样。这一切都是因为她，是大姐姐嫉妒我。她给我的方子说可以调理身子，实则在我方子里下了毒，毁我容貌。她一直不希望我做太子妃啊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给本宫好好查，把沈莹的贴身丫鬟带过来，以及她平日里服用的药物全部都带过来，还有把沈砒霜也给本宫带进宫。是皇后娘娘。别碰他！大皇子殿下，奴才奉命来抓沈家千金，莫要让奴才为难。你们先回宫，等会我就带着他进宫。出现意外，我来承担。官兵们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好这样回去交差。这就是你的计划，就是把自己也搭进去。我早就做好了准备，这皇宫我是必须去一趟，也该有个了解了。倘若你不能脱身，我会带你离开，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。那你呢？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我的身心早已归依到门。可你说过，那些早就过去了，我也早不记得了。不出一个时辰，皇后派出去的人就回来了，而我跟傅晨也来到了寝殿。皇后娘娘，奴婢搜到了这个瓶子，还有一张药方以及药章。这位是沈二小姐的贴身丫鬟，想必也知道些什么。太医立即上前验药，这些东西都是她给我的。我自幼体弱，需服药调理身子，而她懂得医术，我爹娘又很信任她，便让我吃她的药调理身子。哪知道她竟在药里下毒。回皇后娘娘，这药渣里面并没有毒，确实是调理身子的药。没想到打脸来得那么快，沈莹顿时愣在了原地。不过我还添加的一味药材跟药膜相生相克，可以暂时抑制黑斑的扩大，一旦断了药，便一发不可收拾，没人会怀疑到我身上，因为那味药确实是调身体的。不可能，这药若是没有问题，为何我脸上的胎斑越来越多？这药一定有问题，皇上、皇后娘娘明察。这药渣拿太医院细验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沈莹看向小婵，就像找到了救星，觉得她的话可以为自己争取一份开脱。小婵，快告诉大家，大姐姐是怎么对我的？她对我的脸做了什么？小婵吓得连忙跪在了地上，不敢抬头看。你一五一十的告诉本宫，沈莹脸上的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？期间发生了什么？倘若你敢撒谎，本宫不会饶了你。大小姐她每天欺负二小姐，言语辱骂都是常事。二小姐脸上的印记就是大小姐干的。她还回皇后娘娘，刚才的话都是二小姐教的，是她让奴婢诬陷大小姐，还说不管怎么样都要拉大小姐下马。沈莹瞪大双眼，一脸不可思议。小婵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奴婢没有胡说，二小姐脸上的黑斑是胎记。在场众人都以为沈莹是被我下毒毁容，却从未料到她的脸是胎记，毕竟宫里有很多人都见过她之前的样貌。胎记？怎么会是胎记？傅萧注意到那个装着药膜的瓶子，那个是什么？这不是花容丢失的药膜吗？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奴婢从沈二小姐房间找到的。原来是你偷的。双儿，怎么回事？你来说说。回皇后娘娘，臣女身边的丫鬟手受伤了，这药膜是臣女送给她的，可后来不知所踪。这药膜什么作用？这药膜贴于伤口处，能盖疤痕、创伤或是胎记，但有一个弊端，绝不可长期使用。我就知道是你这个贱人要害我，故意把这药膜的好处说给我听。住口！双儿，你接着说。臣女没想到这药膜会被莹儿妹妹偷去，当时臣女送人的时候身边并没有他人，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听到的，并把药膜偷去。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去给她戴上。是，太子殿下。当小婵将药膜贴在沈莹的脸上，众人皆被震撼，原本黑斑的脸竟在一瞬间变成了光洁无瑕的容貌。傅萧也因情绪过激，导致手脚颤抖得很厉害。所以你带着药膜来骗姑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骗你，是沈砒霜害我成这样的。太子殿下，根本不是这样的。二小姐不是因为自幼体弱
才被送往庄子，而是因为他天生长有黑色胎记。算命先生说他克父克母，沈家才把他送出去的。季节令那日，二小姐对大小姐心存嫉妒，把大小姐推下水，又偷药膜掩盖自己脸上的胎记，来勾引太子殿下。大小姐一直很无辜。你这贱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！沈莹的举动吓坏了众人，说出来的话一次次颠覆众人的认知，这跟一个市井泼妇有什么区别？不得放肆，快抓住他！沈大人竟敢瞒着此时不上报，将自己丑陋的女儿送进宫来，是何目的？回皇上，当时老爷曾向太子殿下说过此事，但太子殿下并不听劝，执意娶二小姐。谈起此事，一幕幕过往浮现在傅萧的脑海。当时他对沈慈的劝告充耳不闻，一颗真心全扑在沈莹身上，一叶障目，被鬼迷眼。孤放着沈家精心培养的嫡长女不要，却要了一个刚从庄子接回来的沈莹，然后孤便处处挑双儿的刺，明明双儿才是孤的太子妃呀！你骗得孤好苦啊！孤当日送你九尾凤钗时，是把你当成双儿，可你为何不告诉孤你不是他？你怎么敢接下孤的东西？你不是因为对我一见钟情，喜欢我才送我九尾凤钗的吗？不是，孤说过待双儿学医归来时，便娶她为妻。孤的太子妃怎会是你这般模样？连规矩都学不好的蠢货，孤的一切都被你给毁了！滚，你滚！孤再也不想见你。傅萧的情绪越说越激动，不由得看向我，满眼都是后悔。把沈莹关进大牢，3日后处斩。沈莹知道自己无法再脱身了，就发疯一样的嘶吼，突然又停顿了几秒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，那眼神像是记起了什么。你想娶沈砒霜为妻是吧？告诉你个秘密，她并不是沈家的千金，而是村汉之女，她哪里配得上太子妃的位置？你说什么？沈莹是怎么知道的？难道她……我都想起来了，你这贱人是不是也重生了？一步步把我害成这样，这是不是你的计划？沈莹已经疯了，快把她拉走！我没有疯，你害怕了对不对？你怕沈砒霜会怪你，你也记起来了是不是？太子殿下，上一世我们可是一起把沈砒霜杀了，你都忘了吗？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上一世你差一点就登上皇位了，而我就是皇后啊，就差一点，就是他把我们俩都杀了，他在为沈砒霜报仇。他上一世也活过了20岁，你现在拿什么跟他争？看傅萧的神情，应该也记起来了。难道他和沈莹是同一时间记起来的？傅晨一反常态，是不是也记着前世的记忆？所以他时刻跟着我，是在保护我吗？明明上一世我已经被杀了，也得到了我的因果，凭什么还要重来一世？是不是你做了什么？傅晨俯视着沈莹，并不过多解释。沈莹被关进了大牢，等待处刑，而沈慈因偷梁换柱，欺君罔上，原本要被处以极刑，但皇后亲自求情，也只是被剥去了官职，抄家处理。而我一同随着沈家流落民间，我们找了一家荒废很久的屋子。养父并不知在民间怎么生活，也拉不下脸来去做工。养母从小养尊处优，什么也不懂。祖母一把年纪了，也折腾不了了。哥哥去干苦力补贴家用，而我只能做女工，勉强能挣一些银子。自从那日之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傅晨。不过我家门外的石头貌似会生钱，每天都会多出来几两银子，让我们紧巴的生活多了点滋味。今天是傅晨的生辰，我准备的礼物好像也没地方送。太子殿下要见沈大小姐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大小姐了，你也莫要这样称呼我。那沈姑娘，跟咱家走一趟吧。我并没有心思去见傅萧，而是想趁机见见傅晨，问问他前世到底做了什么，他还知道些什么，解我心中的迷惑。民女参见太子殿下。双儿，你来了，无需多礼。看得出来，傅萧应该早就坐在此处等着我。他这么强撑的身子，应该不想让我看到他的隐疾。太子殿下叫民女来，所为何事？太医说姑的身子还有康复的机会，等那日你还愿意嫁姑吗？太子殿下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民女只是个村汉之女啊，身份哪里配得上您呢？姑知道你在怪姑，但姑是被沈莹蒙蔽了双眼，但姑心里一直最喜欢的就是你。太子殿下，民女一直心有所属，之所以愿意嫁给你，只是不想违背父母之命。是皇兄对吗？你喜欢他，他此次回来，看样子心中并没有你，你现在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。这就不用太子殿下操心了，姑不会再像之前那样对你，与其你单相思，不如嫁给姑。我又怎么会嫁给一个杀我的人，让他再杀我一遍吗？可笑。可这一世，姑并没有想杀你，你难道就不能再给姑一次机会吗？用民女再把上一世太子殿下说的话再说一遍吗？
你根本就配不上姑。为什么你们要这样对我？我们不是即将大婚吗？你和他什么时候好上的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嫡长女，你只是个没见识的村汉之女，哪里配得上姑？若不是银儿告诉我，都是你的亲生父亲偷梁换柱，他才会受了这么多苦。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因为你，该死的也应该是你。姑知道错了，双儿别走。民女想见见大皇子，麻烦进去通报。大皇子不见任何人，我有要紧的事要禀报，若是耽搁了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这你等着。你就是沈砒霜吗？我是，请问你是？贫道是傅晨的师傅，倒是个知礼貌的，难怪徒儿他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也快点离开皇宫吧。我总觉得眼前的道长有事在瞒着我，难道傅晨真的出事了？求道长让我见他一面，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他。有什么问题就问贫道吧。他为什么不肯见我？只要见他一面，我立马就走，不见到他我不会离开。你这丫头，等着吧。不一会儿，傅晨就出来了，看起来跟常人无异，难道真是我多虑了？沈姑娘这是怎么了？你可从来不会这么无礼。你没事就好。今天是你生辰，我也没有贵重的东西送你，只有这荷包是我亲手绣的。这东西沈姑娘还是送给有情人吧，我拿着不合适。你当真无意？可你为什么从道观回来后就一直待在我身边保护我？这还不能说明吗？没想到我这个行为让沈姑娘误会这么大，我只是不想你蠢到再次被他们杀。原来是我多情了，那就祝道长在修行之路越走越宽。多谢沈姑娘的祝福。这荷包我留着也没用，不如扔了，免得扰我心乱。他走了吗？走了。看起来那小丫头还是蛮喜欢你的。我比任何人都想娶她，可徒儿现在拿什么娶？让她守活寡吗？上一世你为了她散尽道行，丢了性命，为她争取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要不然你也不会挺不过20岁的劫难。既然你记着前世的记忆，为什么不直接帮她以绝后患？徒儿没想到上一世的修为会牵连到这一世。我回来时，双儿已经有自己的计划了，我也不好打乱，只好跟在她身边保护她。徒儿觉得我带着记忆重生，那就是上天给了我一次机会帮他度过这次困难。真傻，他自有他的命数，你为他换来一次重生的机会，这么做本身就是逆天而行。上天让你带着记忆，也许是在惩罚你。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双儿平安无事就好。等徒儿离开后，麻烦师傅每月一定要按时送银子。我怕沈家人会打他的主意，随便让他找个人嫁了。我想让他寻到一个良人，幸福的度过余生。所以你刚才在外面说那些话，就是为了让他死心吗？不让他死心，他又怎么会接受他人的心意？我怕他会做出傻事。有时候徒儿在想，为什么我不能像普通人一样，活到寿终正寝，可以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婚生子？因为你是天上的童子，因犯错被罚下来，20岁就是你的劫难，也是你回到天上的日子。因你加入道门，刻苦修炼，才争取多活一些时日。这些为师本不想告诉你，但时机已经到了，你也该回到你原来的地方了。望师傅不要告诉他徒儿死的消息，替徒儿照顾好他。在这里谢过师傅了。看皇榜了吗？皇上在广纳女子进宫，据说是皇后的意思，好像是在为太子选太子妃。没有一家世家贵女前去，就连我们这些普通人家的女儿也不屑去。现在太子不同往日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皇上就会废除太子，而且太子那副样子谁嫁呀？我还听说大皇子昨日也离开了人世，皇后在找有福气的女子为他冲喜，望他能醒来。都死了还怎么冲喜？这嫁过去不就等于守活寡吗？皇后娘娘真可怜啊，2个儿子，一个死了，一个瘫了。若是大皇子真的醒了，这太子的位置不就是他的吗？那还不如嫁太子，至少他还活着呢。怎么样了？回皇后娘娘，还是没有人送自家女儿前来。我的皇儿啊，就没有一个人肯救她吗？皇后娘娘，奴婢觉得现在出喜未免有些晚了。大皇子他已经……胡说，本宫觉得一定可以。看来皇后娘娘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。太子殿下瘫了，
大皇子又在这时离开，无疑是对皇后娘娘打击最大。无论是加官进爵还是赏黄金万两，只要有女子肯嫁，本宫都会想办法满足。快去重新贴一张告示。是，皇后娘娘。大皇子临走之前说过低调处理他的后事，皇后娘娘这么做，现在闹得满城都已经知道了。无论你是否会醒来，我都会嫁给你，也只会是你，哪怕是你名义上的妻子，我已经满足了。皇后娘娘，有人接皇宝了。是谁家的姑娘？是沈大小姐。双儿，怎么会是她？带她上来。民女参见皇后娘娘。双儿，快请起。没想到这个时候也只有你肯帮本宫排忧。民女愿意嫁给大皇子，倘若他不能醒来，民女便出家为尼，为他祈福。这件事苦了你了。婚礼一切从简，时间紧迫，甚至连喜服都没来得及准备，这个喜讯立即传遍了整个皇宫。没想到皇兄离开了人世，还有女子愿意嫁给他，是谁家的姑娘？是。为何吞吞吐吐？是沈大小姐。什么？姑要见母后，双儿不能嫁给他，他只能是姑的。是太子殿下。所以你情愿嫁给一个死人，都不愿意嫁给姑吗？姑哪里比不上他？母后，双儿不能嫁给皇兄。双儿心意已决。那儿臣呢？儿臣也喜欢他。现在你说这些话已经晚了。当初本宫让你娶双儿，你非要一意孤行，要是娶了她也没有这档子事了，你也不会瘫在床上。母后明知道皇兄不会醒来，为什么还要双儿嫁？本宫怕晨儿一个人在下面太孤单，找个人去陪她。母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……晨儿一定会很开心的，本宫看得出来，她喜欢双儿。就连临死之前让本宫封锁消息，不让双儿知道他离世的消息，所以本宫故意昭告天下寻找女子为他冲喜，就是为了让双儿知道，把他引出来。母后，您怎么可以这么做？双儿可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双儿也会这么做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就成全他们，让他们做一对夫妻，本宫有错吗？母后为什么就一定确定双儿会来？他们互相看对方的眼神都充满爱意，本宫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母后，这件事本宫已经决定了，你也死了这条心。今夜过后，时间也到了，待晨儿出殡时，他们便会合葬在一起。沈家因为换女儿的事也受到了处罚，母亲也吃了不少苦，正好本宫可以借着双儿的事趁机拉他们一把。虽然你父皇不同意沈家再入朝为官，但本宫至少可以保他们衣食无忧。母后，您不能这么做，快来人去救双儿，快去救她！无论傅潇怎么呐喊，无一人理会，声音一点点埋没在皇宫。我哪里值得你为了我付出这么多？你去道观的时日，我每天都盼望着你能活到20岁，你怎么可以为了我放弃这一切？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一次又一次的把我丢下，有没有问我愿意不愿意？我更希望你能活着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该喝交杯酒了。明明知道里面有毒，为什么还要喝？你怎么会？你不是回到天上了吗？本神最看不得相爱的两人分离罢了。若是本神拆散有情人，这月老还做什么？你也下界陪他度完此生，再归位吧。真的吗？徒儿谢过师傅了。看把你高兴的，几百年了也没见你对为师这样笑过，又可以磕 CP 了。这小子还挺有能耐，下去一趟知道为师爱看啥了。等他回来一定加个鸡腿。因为我知道你会做傻事，放心不下你。明知道皇宫是龙潭虎穴，还要过来。倘若我不能醒了，可是我不能没有你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大声一点。是我不能没有你。那年沈家千金明知道大皇子再也醒不来了，还是入宫给大皇子冲喜，只为了与他长相厮守。幸好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大皇子醒了，两人从此幸福的在一起了。没想到皇上和皇后还有这么一段故事。是啊，怪不得当今皇上独宠皇后娘娘，没有那3宫6院，可谓是一段佳话。皇后娘娘还为皇上生了一对龙凤胎呢，真让人羡慕。
为什么没有人爱我呢？我也可以嫁给他，为他冲喜，从此幸福的在一起。洗洗睡吧，梦里啥都有。姑娘，你是个有福气的人，要买红线吗？只需1文钱，只要将它绑在心爱之人手上，从此就会恩恩爱爱的在一起。我最喜欢看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给我来一打。